你知道吗？现在地球上有几个国家即将消失了。在二战前，地球上只有63个国家，但二战后就增加到了132个。直到今天，已经有差不多200个国家在这个星球上了，其中亚洲就从当初的10个增加到今天的48个了。为什么会爆发式的增长呢？因为英国和法国等在二战后实力遭到重创，无力再维持海外的殖民地，所以这些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其中就包括了马来西亚。还有一次爆发是因为苏联的解体，导致其加盟国也纷纷独立。现在这个世上，各个国家的大小和人口不一，有最小的梵蒂冈，人口差不多只有800人，领土只有0.44平方公里，约大概一个甘榜的大小，到最多人口的中国，人口达14亿，领土约960万平方公里。当然，这些国家的数量能增加，自然国家的数量也能减少。国家走向灭亡的原因不外乎这3种：战争、自然环境因素，还有内部的人口因素。大家好，我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我会每周更新哦。上一期我们已就以巴冲突所导致的东南亚马新两国的博弈进行了揭秘，观众的反应比预料中来得更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到我的频道找也行。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即将消失的国家。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因战争所造成国家灭亡的风险越来越小，但因生育率和环境所造成的国家灭亡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关于第一个战争，这个在现今社会是很少见的，因为已经是个文明社会了，最多也是政权被颠覆而已，换个团体上去执政就行了，很少可能发生被灭国的情况。因为现今世界已经有联合国的存在，还有安理会。联合国是在二战后才成立的国际组织，而安理会作为联合国最有权力的机构，其任务就是要维护世界和平，说白了就是要避免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才授予这些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要他们在安理会谈判桌上解决争端，而不是去外面开战。只要大国间不开战，第3次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其他由小国引发的最多也只是局部战争内，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对于否决权，马来西亚政府的态度是不赞成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这种特权。原因的话，你用屁股想就知道了。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个社交那里面有教的。由于战争已经不是重点了，所以今天我们把重点放在另外2个因素身上。在自然因素方面，由于全球暖化、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问题无一国家可以幸免。而最快消失的国家或许是这个基里巴斯共和国，预计60年后将被完全淹没。它是全球唯一一个地跨赤道、横越了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因此基里巴斯也是第一个开始新的一天的国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最快进入倒数新的一年的国家。基里巴斯主要由30几个形状不一的岛屿组成，人口只有11万。本来他们最高的地方也就高出海平面2米左右而已。如今海平面的上升速度约为每年2毫米，所以对这里的人民来说，他们正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在未来60年之内，或许他们的这个国家将会整个沉没。过去的1年时间里，他们已经有3个岛屿被海水吞没了。针对基里巴斯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他的总统表示，该国将会考虑埋下斐济约5000公顷的土地来安置他的人民，这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办法了。还有另一个即将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而走向灭亡的国家，你知道它是谁吗？它就是你所熟悉的 AV 大国日本。你知道吗？日本即将掉入马里亚纳海沟了，这是一个世界上最深的海沟，它是由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互相挤压而形成的海沟，平均深度约8000米，最大水深11034米，而日本最高的富士山海拔也就3776米，即便是中国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也无法填平马里亚纳海沟。目前该海沟距离日本列岛东边只有200多公里，大约只是霹雳州到云顶的距离。日本很倒霉，日本地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北美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板块4大板块的交界处，四面环海，不与任何国家相接壤。近年来，美国的科学家不断警告日本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日本列岛正在越来越接近这个海沟，每年以13公分的速度向马里亚纳海沟推进。日本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如果再来几次强地震，移动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如果发生战争，被核弹炸一炸也会加快速度。根据美国学者地磁的海底扩张学说，在地震火沙爆发的非常频繁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各大板块衔接的部分，
也就是分界线。在远古时代，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都是一个大陆板块，正是因为地壳的运动才导致其分离。而日本正是在这地壳运动的分界线上，在重力的作用下，正在慢慢地往下滑动，最终有可能整个国家滑入马里亚纳海沟。因此，日本未来只能到大陆国家避难。鉴于日本拥有1亿以上的人口，可以想象，在日本附近也只有中国有能力能够收容日本难民。美国专家 Bruce Albert 博士建议日本政府应尽快成立灭顶预警专家小组，尽快启动大灾难应急预案，以避免日本整个民族的灭亡。但鉴于现在中日关系并没有那么友好，所以你觉得中国会出手相助吗？如果你觉得会，在下面留言1；如果觉得不会的话，在下面留言2。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看法。好，谈完了因自然因素而导致国家灭亡，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关于生育率导致国家灭亡的情况吧。传统上，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人口都是一个国情国力的风向标，也就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出生率的大幅度变化会影响到个人、家庭、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政治生活等方方面面。你就看看窗外的那些人，房屋、交通、消费、经济，那些全部都是由人口统计学驱动的。但你知道吗？在1950年代，全世界平均每个女性一生中会生4.7个孩子。到了2020年今天，平均生育率已经减少到每名妇女只生2.3个孩子而已。越是发达的国家，生的孩子就越少；越是落后的国家，生的孩子就越多。你可以看看这些数据，前10名这些国家或许对你来说都很陌生，因为这些都是非洲国家。生最多的是尼日尔，平均每名妇女一生中会产生7.1个孩子。而倒数的这些国家或地区，以韩国为最低，只有0.9。如果以各大洲来看的话，2020年的数据，非洲生育率是最高4.4。而亚洲只有2.0，而欧美的这些国家则是垫底，因为他们是高度发达国家，分别只有1.5和1.9。所以非洲对人类的延续做出巨大贡献，我们需要向他们致敬。但非洲的生育率也已经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从过去的6下降到今天的4，因为各国都抢着协助非洲开发他们的国家，经济也已经有所增加，人民的生活压力就越来越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走向低生育率。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高，职业女性的数量也一直增加，所以生孩子的意愿就逐年下降。多生多富，高压是最好的避孕药。一方面，孩子的高抚养成本导致家庭生育不堪重负，农业社会的多生多福变成工商业社会的多生多富。生育对人类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经济行为。高生养的预期成本降低人们的生育热情。一般来说，国家的生育率至少要维持在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的水平，不致令其人口随着时代更替而下降。当一个国家的平均生育率下降至大约2.1以下之时，人口总数将开始萎缩，特别是在那些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就更加明显。在1950年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而现在全世界就有一半的国家面对婴儿荒，没有足够的儿童来维持该国的人口规模，而韩国就首当其冲。早在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对韩国人口问题做出了预警，称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因为它的生育率只有 0.9， 也就是平均每名妇女只生 0.9 个娃，这是2020年的数据，离最低标准 2.1 少了至少一半，所以韩国很危险了。整个2020年新生儿只有 27.2 万。只有2000年的 50%。 另外，近5年来，韩国人口增长严重放缓，人口增长率只有 0.3%， 远远低于10年前的2至3%。根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2020年韩国人口自然减少了 3.3 万人，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这种现象被人口学家称为死亡交叉现象。与此同时，韩国低生育率导致学生数量不断减少，平均每年有30多所学校关门。在未来的20年内，韩国会有一半的大学面临消失的危机，除非韩国放宽移民政策，这样或许还可以坚持久一点才消失。但如果有太多外族人口，比如非洲人口涌入，会导致韩国变得不是韩国的。或许这个土地不会消失，但其民族可能会消失，到时候这块土地上就不是住着大韩民族了。不少韩国人称他们结不起婚，生不起娃，其中房价是他们最大的原因。而日本也有同样的情况，日本可算是被双重压力所夹击除了自然环境因素，还有低生育率的炸弹，生育率介于 1.3 至 1.4。根据日本所发布的数据，该国人口约有 1.24 亿人，
但是在2019年新出生的婴儿只有87位，和2018年相比就减少了5.4万人。至于2019年的死亡人数却达到了137.8万人，可以说老龄化已经是日本社会的常态。另外，日本老人独居率极高，65以上的人群中，处于独居状态的就有15.6%。不夸张地说，日本已经有不少日本高龄老人做好了孤独死的准备。更夸张的是，日本许多家庭企业根本就找不到适合的接班人。2020年，无人接班的企业就占到了57.5%，同比增加了1.9%。从经营者年龄来看，80岁以上的经营者占据了总数的23.5%，70岁以上的就占据了29.1%，60岁以上的就占据了40.4%。这意味着有很多年老的企业家，即便想要退休，却面临找不到接班人的窘境，就不得不继续做到死为止。对你来说，这或许是个机会，你可以去日本找干爹了。除了以上所说的经济原因导致低生育率外，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避孕措施的普及化，其中包括避孕套、避孕药、人流等各式各样的避孕措施。你应该试过吧？哈哈哈。根据数据，全球有进行避孕的伴侣约10% 会选择使用避孕套，而发达国家人民使用安全套的比率高于其他国家。安全套是英国第5常见的避孕措施，约占7%，美国则是第3常见，约占11.6%。全球每年约有60到90亿的安全套出售。一个薄薄的套套颠覆了人类增长方式的一套逻辑，改变了人口生育率、家庭结构及人口红利，避免了人类社会反复进入马尔赛斯陷阱。1960年代，美国出生率高达 3.65%。这一年 ，FDA 正式批准 Anovix 作为避孕药出售。次年开始，生育率开始遇到了滑铁卢大跌，一直跌到1976年的 1.74%。英国则从1964年 2.93% 迅速下降到1977年的 1.69%。在避孕药大规模上市之前，美国平均一个妇女生育 3.6 个孩子，但到了70年代，这个数据已经不足2个了。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分析数据，随着新冠疫情的加剧，全球约超过4700万妇女可能无法正常获得避孕套，在未来几个月时间内，可能导致700万妇女意外怀孕。为什么会在疫情间会出现避孕套短缺呢？因为马来西亚作为全球著名的橡胶王国，马来西亚是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国。上次因为 MCO 行动管制令导致停产，市场供应量就少了50%，造成全球1亿个安全套缺口，所以可能导致全球人口暴增。马来西亚真是罪孽啊，再次影响世界。有人提议，在危机关头或许可以考虑禁售避孕套或避孕药，以促进人口增长，因为相较于给予更多资金去奖励生娃，在执行这政策时所需花费更加小也更快，而且简单又粗暴。你觉得呢？欢迎在下面留言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所以总结，日本、韩国还有基里巴斯都被纳入了即将消失的国家名单，因为人口结构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因素。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这些国家看看，趁他们现在还有在的时候，尤其是基里巴斯这个国家的消失速度会更快。好，我今天要分享到这，如果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及分享，我会每周更新哦。如果你想看以巴冲突如何影响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的话，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看上一期的作品，反应很不错哦。好，我是尼克斯，我们下期见，记得订阅哦。